忠永侯府赏花宴，寄居在府上的表妹杨婉旭突然晕倒，诊治过后，爆出她已怀有身孕2个月。周烈赶到时，她正跪在地上，揪着我的裙角哭泣。郡主，对不起，那晚我被人下药，表哥是为了救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将她扶起，地上凉，你怀着身子呢。周烈拧眉解释，泱泱，那药是从青楼里流出来的，普通方法不管用。你放心，我跟婉旭只是表兄妹关系，等她生下孩子后，就将孩子记在你名下，安排她嫁人。我捂住胸口，恶心感挥散不去，勉强笑了笑，不如你纳了她。周烈闻言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泱泱大度，只是要委屈你了。深夜，我紧紧攥住那高大男人的衣角，你日日都来看我，我不嫁周烈了，你可敢娶我？那人语气暗哑，只要郡主愿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翌日，我坐在上位，等着杨婉旭给我敬茶。我的母亲与周烈的母亲是手帕交，更是一同怀了孕，大着肚子时曾戏言，如果一男一女便结为亲家。于是从出生那刻，我就成了他的未婚妻。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他体贴温柔，又是我的未婚夫，我逐渐对他心生情愫。他曾对我发誓，此生绝不负泱泱，唯愿与泱泱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只是才成亲3个月，周烈就负了我。我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，远远地看到外面有人过来，便慌忙地打理了下自己。泱泱，我往他身后看了过去，疑惑道：杨婉旭呢？周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表妹就是倔强，非说那次是意外，我们彼此没有感情，不想做我的妾室。他说等把孩子生下来就会离开。我心中冷笑，好一招以退为进。他对周烈的情谊府中所有人都知晓，我也曾为此吃醋，只是那时周烈毫不在意地说道：我们是表兄妹，况且他知道我跟你有婚约，他是不肯做妾的，你们都看错了。我见周烈对他不屑一顾，相处间也把握分寸，便信了。见我一直沉默，周烈握住了我的手。以前我只觉得他的手好看极了，现在我再看过去，只看到了满手的黏腻。我动了动想要抽回手，便听到了周烈的话：表妹怀相不好，她住的院子偏僻，我本想将她挪到咱们院子里，只是她不愿意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泱泱，表妹肚子里的到底是我的血脉，所以之后我可能会经常过去看她了。我攥紧了手里的帕子，强装不在意地说道：既如此，你直接搬过去吧，省得来回跑。周烈脸色一变，看到我手里被攥紧的手帕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泱泱，我与你是夫妻，搬到他院子里算什么？我过去只是为了孩子，你不要多想。我抬眸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周烈，我没有多想，只是不要你了而已。晚膳时，杨婉旭的贴身丫鬟小桃突然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，大喊道：世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小姐吃不下东西，还吐了好多。我刚要吩咐丫鬟去请府医，周烈就已经像一阵风一样跑了出去，脸上挂着他自己都不曾发觉的担忧。小桃临走时回头朝我挑衅一笑，似是在嘲讽我留不住世子。我拉住想要追上去吵架的飞鸿，轻嗤一声：不用在意，你看他们主仆的行为，像不像那些妾室们在争宠？飞鸿愤愤地骂道：呸，2个不是好东西。嘴角微微上扬，我的贴身丫鬟也曾跟着我一起读书识字。飞鸿更是自诩是个文雅人，明明气愤至极，最终也只骂得出不是东西这4个字。郡主，你还笑？我笑着安抚他，我要和周烈和离，为什么不笑？飞鸿瞪大了眼睛，一拍手，兴奋地说道：太好了，奴婢跟雅律早就看不惯周烈跟杨婉旭了，还有这周家也是，没一个好东西。郡主能决定和离再好不过了，您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种委屈。是啊，我是皇帝舅舅亲封的福康郡主，手里有好几封已经写好并盖了玉玺的赐婚圣旨，只要我看中了谁，在圣旨上留出来的空白处填上他的名字就可。飞鸿，待会将我存放圣旨的盒子找出来。飞鸿眨着眼睛，郡主看好哪家俊俏郎君？我抿了一口茶浅笑，他是有些俊，可算不上俏，只是我喜欢他那双满眼都是我的眼眸。刚填上他的名字，
周烈的小厮就在外求见。夫人，世子说想要去您的嫁妆庄子里住一段时间。我抚了抚袖口，是不是还要带着杨婉婿一起？小厮闻言只跪地磕头不语。我冷笑一声，不给。那是皇帝舅舅知道我爱吃水果，特意给我置办的庄子，里面是天南海北移植过来的各种果树。庄子里的环境也是按照我的喜好布置的。他们有什么资格去？没一会，周烈就黑着脸找来了。泱泱，表妹怀相很差，听说庄子里环境优美，果香宜人，最适合养胎。我砰的一声放下茶杯，抬眸冷冷地问道：那是我的嫁妆，不是你周家的，更不是他杨婉婿的。周烈闻言只以为我是吃醋，皱着眉头辩解道：泱泱，只是为了孩子，不是为了表妹。见我一直不松口，周烈也生气了，上前几步就想要握住我的手。我起身走向内屋，周烈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不悦地说道：未泱泱，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不喜欢表妹，表妹也说过生下孩子就离开，一切只是为了孩子，你大度一点不行吗？如果你答应，我就向你发誓，我不会再经常去看他，更不会再去照顾他。我挣开他的手，一边揉着手腕，一边骂道：你发的誓我不会再信，我嫁给你才3个月，你就跟你口中的表妹有了孩子。周烈，是你背叛了你对我发的誓言，是你负了我。周烈心里一慌，不顾我的挣扎，将我死死扣在怀里，声音有些急迫：泱泱，那次真的是意外，我单纯只是为了救表妹。我抬头愤怒地瞪着他，眼泪一颗颗掉落。那就非得是你亲自跟他上床吗？没有婚配的侍卫不行吗？你那些没有婚配的兄弟们不行吗？周烈愣了，半晌才无奈地说道：那地方偏僻，找到他时只有我一个人。泱泱，一切都是意外，表妹也说过生下孩子就会离开，不会纠缠我。我咬着唇默默流泪。周烈见我哭得可怜，轻柔地替我擦拭着眼泪。突然，杨婉婿的丫鬟小桃哭着跑来了：世子，小姐昏倒了。周烈一听慌了神，随手将我一推，便脚步匆匆地朝着偏院跑去。嘶！我被周烈一推，腰部磕到了梳妆台桌角，痛得我眼泪又流了出来。绯红和雅律抱着东西进来，见状着急地将我扶到床上。郡主别再哭了，咱们去请皇上做主。来，郡主让奴婢瞧瞧磕到哪里了。雅律小心翼翼地撩起我的衣服，见到我腰上的淤青，眼眶就是一红。窗外突然传来声响，窗户微微一动，一瓶上好的紫金化瘀膏被扔了进来。绯红捡起后递给我：郡主，不知是谁扔进来的。我攥着药瓶，咬着牙起身走到窗户前，推开窗，看着外面无尽的夜色。你为什么不现身？不怕我认错人吗？风中传来他隐约的笑意。郡主聪慧。我冷哼道：笑什么笑？我已经在赐婚圣旨上写了你的名字。耳边传来那人急迫的声音：多谢郡主，平夫臣也愿意。我被他口中的平夫笑到了。周烈还不配，等舅舅南巡回来，我就去请旨和离。我的骏马该是独一无二。许久，那人才开口：臣定不会辜负郡主。我抹撒着药瓶，轻声说道：那就看你的行动了。树枝摇曳，我面无表情地关上了窗户。雅律，帮我上药。第二日，我正吃着早膳，周烈就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。我看着他脸上的青紫，诧异地问道：你这是怎么了？挨揍了。周烈下意识地解释道：表妹一向温柔，不是他。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急忙朝我讨好地笑了笑。泱泱，不用担心，是我晚上不小心摔倒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假装没有听到他那句下意识的解释。一顿早饭，周烈殷勤地伺候着我吃完，看我心情还好，他才小心翼翼地说道：泱泱，我记得你有一块玉佛。我放下茶杯，冷冷地盯着他。周烈想起昨晚表妹的温柔以及怀着身子的辛苦，挺直背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表妹身体太差，怀着孩子太累，也睡不好觉，你那玉佛先拿来给她带一段时间。怒火上涌，我被他气得牙齿打颤。周烈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你怎么有脸开口？周烈用力拍开我指着他的手，无所谓地说道：
反正你身体好着也用不到，表妹怀着孩子不容易，就借她一段时间怎么了？泱泱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我攥紧了双手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突然想起了母亲临终时握着我的手说佛祖会护着我的泱泱的模样。周烈，玉佛是母亲的遗物，我绝不可能给她。他攥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拽到眼前，眼睛里充斥着怒气。魏泱泱，我好声好气地跟你商量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你嫁给我3个月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母亲早对你有微词。如今表妹的孩子记在你名下，你该感恩才是。我被他扯得一个踉跄，后腰再次撞上桌角，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的声音有些发颤。周烈，你放肆！周烈表情一僵，随即又恢复成平常温润的模样。泱泱，你既已嫁给我，就安心做我周烈的夫人，老是摆着郡主的架子也不好看。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，况且圣驾南巡未归，你那个皇帝舅舅可护不住你。说完，他将我往地上一推，就开始翻箱倒柜。我后腰疼得麻木，趴在地上好半天没有缓过来。找到了，我的好泱泱，等表妹身子好了就给你还回来。我怒瞪着他，拿着玉佛走向门口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龙女卫，给我拿下他！周烈看着突然出现的暗卫，脸色骤变，浑身僵硬。这是……绯红和雅律一左一右地扶着我，我拿回玉佛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这是我舅舅送我的皇室公主专属的暗卫。我冷眼挑眉：周烈，你现在说说，我的皇帝舅舅能否护住我呢？周烈眼里闪过一丝懊悔，挪动脚步想要上前，被暗卫死死压住。周烈，你现在最好安分点，脚或者爪子若是不想要，我的暗卫们可以代劳。太医令带着医女匆匆赶来，看都不看被压在地上的周烈，恭敬地向我行礼：参见福康郡主。平身吧，本郡主被周烈所伤，劳您过来诊治。太医把过脉后，对着医女吩咐道：郡主腰伤需要推弓过血，你针灸颇好，郡主的伤交给你了。银针入穴的轻微刺痛让我回神，我瞥了一眼满脸担忧的周烈，不知他是担忧我还是担忧杨婉絮。我冷哼一声：本郡主的伤拜他所赐，就让他10倍偿还吧。周烈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泱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泱泱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魏泱泱，我可是你的骏马。我轻飘飘地回了他一句：昨天你就不是了。院外传来周烈的惨叫声，这里的动静太大，周烈的母亲循声而来：啊，我弟儿啊，谁敢打你？你们都给我住手！母亲，是泱泱。我靠在门口的榻上，看着周烈的母亲怒气冲冲地找来：魏泱泱，你这个毒妇，快命令他们住手！我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，旁边的暗卫见状，直接闪现到周夫人后面，抬脚一踹，扑通一声，周夫人就跪在了我面前。这才对嘛，周夫人，你可得懂点礼数。她脸色涨红，恼羞成怒地喊道：魏泱泱，我是你婆婆，不懂礼数的人是你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答应玲珑应下你这个毒妇。听她提到我母亲的名字，一股怒火瞬间涌上心间。我几步走到她面前，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，怒斥道：你闭嘴，你还有脸提我母亲？她是你为密友，临终前更是托你照顾我，你是怎么做的呢？知道杨婉絮对周烈有意，还经常安排他们碰面，在知道他们苟合后，更是替他们遮掩。这些年，打着我母亲手帕交的旗号，也获得了不少好处吧。王氏，你辜负了我母亲的信任，也不配再提我母亲。被我一通喝骂，周夫人脸色铁青，只是看着我周围的暗卫，忍住了心里的怒气。一连串的事情弄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。周烈的呻吟声也消失了，我抬手，暗卫们就将他们拖出了院子。我打量了一圈还有着新婚布置痕迹的院落，冷冷地笑了：绯红、雅律，你们带人收拾一下我带来的东西，我们回郡主府。是。郡主府，3更时分，雕花木窗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，来人穿着一身玄衣，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我床前。我抬手攥住他将在我脸颊上方的手轻笑：大将军消息还挺灵通。
来人另一只手递给我一瓶药膏，声音充满了自责与愧疚。是臣的疏忽，竟又让他伤了郡主。我起身凑近他，摘掉了他脸上的面具，横跨脸颊的狰狞刀疤就这样映入我眼帘。他慌忙低下头，郡主别看，丑。我打量着眼前的这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身上依稀还带着从前公主府里马奴的影子。我抬手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刀疤，炽热的气息喷在我的掌心。哪里丑了？这明明是你勇武的勋章，更有硬汉风骨了，我喜欢。他抬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陈三生有幸。我捂住他的嘴，笑语盈盈。秦渊，那天我知道是你揍的周烈，我很欢喜。说着，我将床头的圣旨拿出来递给他。已经写好了，你看。秦渊颤抖着手打开，动作小心地轻抚着圣旨上的名字。秦渊，这样的圣旨舅舅给了我很多，只要你不负我，其余的圣旨永不会启用。秦渊放下圣旨，单膝跪地，声音铿锵有力。臣有幸得遇郡主垂怜，臣将此身此心生生世世献于郡主。我笑着吻上了他的唇。明日燕王府的春日宴你陪我去。华丽的马车停在燕王府门前，戴着面具的秦渊动作轻柔地扶我下车。在场众人目瞪口呆。之前那场虎头蛇尾的赏花宴，所有人都知道了周烈与杨婉旭的事。他们在这之前还在或同情怜悯，或嘲笑得意。只是没想到我竟如此迅速地找好了下一任骏马，还带着他光明正大地出席春日宴。飞鸿轻声咳嗽，众人回神，立刻整理着装行礼。参见福康郡主。定安大将军好。我嘴角上扬，示意他们起身，便挽着秦渊的胳膊进了王府。郡主，我去找燕王世子，你一个人小心。我捏了捏他修长的手，娇声说道。我有龙女卫，无人敢欺负我。侍女领着我到了女眷处，远远的我便看到了穿着一身浅色衣裙的杨婉旭。燕王府的嫡女楚子娇小跑到我面前，轻声解释。郡主见谅，不是我们请的，她跟着周烈和侯夫人一起来的。我摇摇头，无事，我不会迁怒你们。几个跟杨婉旭交好的小姐见到我后不屑地说道。哟，还是郡主呢，我看呀，还不如咱们婉旭呢。周世子何等风采，若不是他仗着两家长辈的情分强求，婉旭早就成了世子夫人了。再是郡主，也不如咱们婉旭有福气。我直直地走向他们。有什么不满，不如当着本郡主的面说。几人慌忙地低下头，嗫嚅着没有出声。杨婉旭几步走上前挡住他们，欲语泪先流。杨小姐可真是水做的呀，本郡主还没有说什么呢，你就一副我欺负了你的样子。耳边传来一阵嘲笑声。杨小姐这做派跟我父亲的姨娘一个样子呢。可别这样说，人杨小姐志向远大，可不想做妾的呀，这要是做人家的正妻，可不好无媒苟合呢。杨婉旭脸色惨白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跪在了我面前。郡主，民女不想介入你跟表哥之间，我早已承诺生下孩子便离开。求求郡主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头还未磕下去，就被赶过来的周烈扶了起来。周烈一脸痛心地看着我。泱泱，昨日你已经打了我出气，今日为何还要欺负表妹？你何时变得这么跋扈了？我轻轻抚着耳边的步摇流苏，闻言笑了出来。周烈，本郡主一直都是嚣张跋扈的，从前不过是给你脸罢了。我抬眸看向躲在周烈身后的杨婉旭，一抬手，龙女卫闪身直奔向他。啊，表哥救我！周烈将杨婉旭紧紧护在怀里，对着我怒斥道。魏泱泱，这里是燕王府，容不得你嚣张。表妹肚子里还有身孕，你这个毒妇！我挑眉，好呀，那我毒一个你看看。龙女卫将杨婉旭压在地上，另一个龙女卫抬手就开始对着他猛扇巴掌。看到了吗？这才叫欺负。打完10巴掌，龙女卫又将杨婉旭架到了池塘边，用力按着他的头埋入水中，来回数次。瞧见没，这么对待怀着身孕的女子才是恶毒。杨婉旭撕心裂肺地咳着，周烈心疼地将人搂在怀里。表妹从未想要抢你的正妻之位，她只想好好生下孩子。泱泱，
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两情相悦，你就如此容不下我的孩子吗？我冷冷地打断他。打住，你可别侮辱了两情相悦这4个字。说着，我就将一个鸳鸯玉佩扔给他，还你。今日起，我为泱泱休夫，与你周烈情断。待舅舅回来，我便请旨和离。这是及笄那日周烈送我的鸳鸯佩。他说白玉无瑕如清心，却原来玉可碎，人心更易碎。周烈愤怒地喊道：离就离，我看哪家愿意娶你这个殴打丈夫跟驼母的毒妇。他眼眶泛红，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影，没有看见杨婉旭眼里的狂喜。一场春日宴，我与周烈情义两断，秦渊为下一任骏马的消息传遍了京城。周烈闻讯找来时，我正在跟秦渊跑马。郡主，臣有罪。我一甩马鞭，扬声问道：你做了什么？秦渊一个飞起，就落在了我身后，胳膊紧紧搂着我的腰。我查了杨婉旭和周家。我慵懒地靠在他怀里，指尖摩挲着他滚动的喉结。说说看。秦渊嗓音低沉，充满了不屑。那次是杨婉旭跟周夫人设计的，想要生米煮成熟饭。中途虽出了差错，可到底还是叫杨婉旭得手了。我坐直身子，疑惑道：差错？杨婉旭真的遇到了青楼的龟公，被下了青楼调教女子的春风罪。周烈赶到的及时。说着他顿了一下。不过春风罪是青楼的秘药，女子服下后将会绝育。我捂嘴大笑。这可真是，不是他戴了绿帽子，就是杨婉旭假孕。秦渊亲吻着我耳尖，低声问道：那臣还要不要继续查下去？我转身搂住他的脖子。查，等和离的圣旨下来后，再把这个大礼给他们。好。我封住了他的唇。远处传来周烈的嘶吼：未泱泱，你竟敢真的与外男私通！转身瞬间，我把下发间金簪掷向生源，簪子擦着周烈的耳畔划过，带出一串血珠。本郡主乃皇帝舅舅亲封的福康郡主，手里有好几封赐婚圣旨，我看上谁，只填上名字即可。你不过是本郡主休戚不要的弃夫，算什么东西，还敢来质问我？周烈疯了一样朝我扑来，被秦渊拧断了手腕。周世子请注意分寸。我打湿了手帕递给秦渊。手脏，擦一擦。秦渊眼含笑意，接过手帕，仔细地将手指一一擦拭干净。他随手将帕子扔掉，将我抱起，离开了马场。周烈扶着断掉的手，既愤怒又不甘地瞪着我们。次日郡主府前，周烈一脸颓废地跪在门口，任小厮如何劝说都不肯离开。我牵着秦渊出来时，周烈满脸惊喜地喊我：泱泱，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。我诧异地挑眉。我家秦大将军说要带我去买首饰，哪里是来见你了？真是晦气。秦渊抿唇轻笑，晃了晃与我十指紧扣的手。周烈眼里的妒意疯狂上涌，赤红着双眼朝着秦渊扑了过来。秦渊冷哼，不自量力，说着便接着了周烈挥过来的拳头，然后与他厮打在了一起。没过几招，周烈就如同断线风筝一般撞上府门前的石狮子上。秦渊放下衣袖，扶着我上了马车，然后策马跟随在一侧。周烈鼻青脸肿地躺在上，看着马车越走越远，急火攻心，一下子昏了过去。小厮见状，急忙带着人将周烈抬起，朝着周家跑去。酒楼包厢里，秦渊站在我身后，专注地给挽着发髻，将他给我买的一直不摇插进发间。郡主，臣的人查到了杨婉旭的安胎药。我轻抚着不摇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如何？真的还是假的？秦渊冷哼一声：安胎药是真的，肚子是假的。杨婉旭胆子是真的大，竟买通了府医。两人谋划着到生产之日，便从外面抱一个。我皱眉，一拍桌子：无法无天！秦渊抬起我的手，轻轻揉着。郡主莫气，臣已经派人盯住府医了，不会让他们使坏，让无辜的百姓母子分离。他说着，又将我抱起搂在怀里，轻声问道：郡主，圣驾明日就到达京城，您何时给我臣一个名分？我捏着他的耳朵笑着：我的骏马该是光明正大，独一无二。秦渊稳住了我：那臣等着郡主将我风风光光地娶进门。
当夜周家走水，火光照亮半座京城。我披着外衣站在廊下，听着府外的奔走呼号。秦渊悄无声息出现在我身后，火是杨婉旭放的。我靠在他胸口，听着他稳重的心跳声。怎么回事？秦渊的语气有些懊恼。杨婉旭很精明，察觉到有人在查他，于是想用火灾来制造小产假象，顺便烧毁所有的证据。不过郡主放心，臣的属下配合龙女卫，将所有证据都保留了下来，包括他放火的证据。我笑着回了房间，那就把证据都保存好，明日交给大理寺吧。毕竟今晚的火波及了不少无辜的百姓。秦渊低声应下，郡主放心，只是房屋被毁，没有人受伤。我将头埋进他怀里，轻轻嗯了一声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午时，大理寺的经堂木啪啪作响，杨婉旭发髻散乱，抱着假肚子在公堂上哭嚎：民女冤枉啊！民女还怀有身孕，不敢放火啊！大理寺卿翻出秦渊派人送来的证据，怒斥道：奸诈小人！本官早已有你假孕的证据，还不速速招来！跪在一边的周烈跟周夫人瞳孔骤缩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杨婉旭。周烈胸口剧烈起伏，猛然扑向杨婉旭。贱人，敢骗我！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跟泱泱走到这个地步。周夫人也扑过来，摸向他的肚子，嘴里喃喃道：不可能啊，我的乖孙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惊堂木一拍，周家的府医被带了上来。府医在性命面前没有丝毫犹豫的就将杨婉旭供了出来。请大人明鉴，小人鬼迷心窍，收了杨婉旭的金银。杨婉旭见状，对着大理寺卿哐哐磕头：是表哥和表姨母逼我的，他们要用这个假孩子谋取福康郡主的嫁妆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嫁妆是包含了魏家5代的财富和皇室无数的赏赐。周烈目眦欲裂，反手一记耳光将他掀翻：你这个贱人，毒妇！我与母亲何时说过？大理寺卿看向周夫人：王氏，他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周烈目露期待，却见到周夫人心虚的表情。周烈脸色灰败的被押入大牢时，我正牵着秦渊的手走向皇宫。舅舅！陛下几步上前将我抱住，摸着我的头和蔼地问道：我不在这些天，可有人欺负泱泱？我回头看了一眼面色紧张的秦渊，笑着说道：我不信舅舅您不知道，他都帮我打回去了。陛下皱眉打量着秦渊：就他了，不多选几个？我晃着他的胳膊撒娇道：不要，舅舅，他满心都是我这个人，我喜欢他。陛下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，语气宠溺：你呀。说完，陛下又严厉地看向秦渊：定安大将军可敢与朕比划比划，让朕看看你娶泱泱的决心。秦渊跪下行礼，大声说道：回陛下，不是臣娶郡主，是郡主娶臣。陛下一愣，随即朗声大笑起来。陪着陛下用完晚膳，秦渊带着2封圣旨去了天牢。昏暗的大牢里，周烈跟杨婉旭以及周夫人王氏跪在秦渊面前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养成皇太后慈玉。钟永侯表姑娘杨婉旭与世子周烈两情相悦，情深意笃，兹指婚世子妃，则今日完婚。钦此。被赐婚的2人面无表情，无一丝欢喜。秦渊也不计较，再次宣读了另一份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查明钟永侯府世子大不敬，迫害皇室郡主，令夫人王氏作为当家主母，巧言令色，蒙蔽长公主，勾结杨婉旭谋划郡主嫁妆，罪不容恕。钟永侯府贪污受贿，迫害百姓，今令抄家，以示威严，以正视听。即刻起，剥夺钟永侯封号，家眷全部流放边疆，家产没收，以充国库。钦此。周夫人王氏当场昏厥，杨婉旭蜷缩着抱住自己，周烈麻木地磕头领旨谢恩。秦渊俯身在周烈耳边说道：周烈，本将军还得多谢你，郡主这么好的人你不珍惜，给了我机会，以后郡主的身边就只有我秦渊，你知道吗？陛下已经将之前给你和郡主的赐婚记录抹除。周烈眼睛转了转，茫然地看着秦渊。
以后记录在册的骏马只有我秦渊。秦渊轻轻拂袖，转身离开了昏暗的大牢。身后远远传来周烈悲愤懊悔的嘶吼。大婚那日，朱雀大街的红绸漫过宫墙，秦渊执起我的手按在他心口。臣用5年时间化作郡主窗下梧桐，今日终得凤妻。夫妻对拜时，郡主府外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。周烈拖着镣铐冲破守卫，残缺的右手高举着半块玉佩。泱泱，你看，这是你扔掉的鸳鸯玉佩，我找到了。侍卫匆匆赶上将他拖走，挣扎间，半块玉佩掉落在地。周烈疯了一样的用力伸向玉佩，视线中突然出现了一双穿着大红色绣着珍珠的绣鞋。我抬起脚，狠狠地碾压住了那半块玉佩。周烈崩溃大喊：不！我轻嗤一声：周烈，现在你明白你那天抢走我母亲留给我的玉佛时，我的心情了吗？一报还一报，我们扯平了。洞房花烛，秦渊站在我身后替我拆卸头饰，眼里炽热的情意喷薄而出。郡主，你是从何时知晓我？我握住他的手，轻声笑道：那夜你藏在梁上，震落的灰尘害我打3个喷嚏。交叠的掌心沁出汗意，他忽然打横将我抱起。臣斗胆，请郡主赐教如何赔罪。全文完。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